大家好，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5日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4月1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。它的开盘价是258.36，收盘价是252.35。在盘中最高价是在261.80，最低价是在245.93。那在盘中，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幅值是达到了16个点。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仍然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。当日的成交量是 1.0 亿股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 0.83 倍量缩。KD 值双线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。那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目前的横盘的走势。MACD 双线也是继续上行，开口不变，在零轴的上方继续出现等长的绿柱。那这些信息说明目前股价在继续当前的趋势。那么当前股价的趋势呢，短期它是一个空头趋势。那股价所处的位置呢，就是反弹后的回档中。好，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K 线信息。在4月14日生成的这根 K 线叫做含上下影线的小红 K 线，下影线略长，它是一根下跌的 K 线。它所处的位置呢，是在股价反弹后的横盘中。当日的这根 K 线它是一个跳空的高开盘。开盘之后股价上涨到262附近遇到了压力，也就是在前面这根 K 线最高附近遇到的压力，然后经过一个大幅的震荡，然后股价在盘中是开始下行，一度是跌破了5日均线值。那下方呢是在246附近遇到了支撑，然后呢在午盘之后股价是震荡上行。那回到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收盘价呢是收在了252.35这个位置，是出现了平盘的走势。那当日我们也会看到成交量是大幅的量缩。那在4月14日当日是继续生成一根休息的 K 线。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连续2个交易日，或者说是3个交易日，收盘价一直在252附近。那么日后股价仍然等待向上或者向下的突破。那么上方262和274这2个位置呢，将是股价上行的2个强压力，也是重要的标志位。那么突破这2个位置，股价才有可能会继续的反弹，尤其是如果能够站上274我们说目前股价将会瓦解这个短期的空头趋势。那么下方呢是在224和是在240和224这2个位置，将是股价下行的目标。那么突破这2个位置呢，那股价呢将会有进一步的下行。好，那么对于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我们认为股价如果能够继续停留在5日均线值的上方，那么日后的走势呢将会是向上的。但是如果股价尤其是收盘价跌破了5日均线值，那么我们要小心，股价很有可能会出现回档的走势。那么这个回档的走势呢，我们认为至少会有新低的出现。这个新低我们指的是低于240的这个位置出现。然后呢，股价再去选择方向，是下沉再强势反弹，还是下沉之后继续这样一个下行的走势，然后呢继续下行。那么我们要等股价回档之后再来讨论这个问题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从 K 线信息解读对于次日走势的一个预测。好。
那如果我们说股价依然也不向上突破，也不跌破下方的阻力位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将会继续在262和240之间进行横盘。这是对于近几个交易日来说。那么我们在之前的视频当中，是在4月10日这一期视频，也就是收盘4月9日收盘之后的那一期视频，我们曾经说过，股价如果既不向上突破，也不向下突破呢，很有可能对于近1-2周可能会在274或者是和224之间，在这根绿 K 的范围内进行横盘，然后再去选择方向。好，那这是我们对这根 K 线信息的解读。接下来我们来看后续股价的走势。首先，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我们对4月1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收盘价会在255附近，还有一个位置是在268，这是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。那第二个可能，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回档，收盘价会在250附近，而实际在4月14日收盘价是在252.35，股价出现的是横盘。那至于我们预测的反弹收盘在255，虽然是也就是点位上是相差较大的，同时呢这个收盘的结果也不同，因为我们预测的是反弹，但实际发生的是平盘。但是呢，实际的走势与我们预测的反弹的走势是基本相同的，仅仅是收盘价不同，也就是最高都是在260附近，然后呢最低是在245附近。好，那么股价出现了平盘，接下来我们来依次看看日后股价的上行和下行。对于4月1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，股价上行的目标不变，仍然是292。那么在到达它之前，目前262和274是关键的压力位，这两个位置突破才有可能会到达292。292如果被站上，将会瓦解特斯拉股价这个长期的空头趋势。那第二个目标就是304，第三个目标是367，这两个位置仅仅是压力位，包括之后的420。好，我们再来看下行。下行的第一个目标同样不变，仍然是214。在到达这个位置之前，目前240这个位置和224将是强支撑，这两个位置被突破，股价才有可能去测试214。好，214如果被跌破呢，接下来的第二个目标就是182，然后呢第三个目标就是138。好，那么我们再补充说明，在之前的视频当中，我们曾经说过，例如在这一波反弹的时候，我们提到过，股价如果在目前的这个位置出现反弹，上方呢，我们认为应该是能够到达350到360附近。如果股价选择下行呢，那么我们认为股价很有可能会在160附近才能够得到支撑。好，这是我们对日后股价走势的说明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盘中我们要关注的位置。那在之前我们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是前一个交易日的收盘价252附近，而在4月14日当日盘中呢，股价一直是在这个观察位上下浮动，然后呢最后收盘价呢碰巧有收盘在这个位置。那么到了4月15日，在盘中我们要给出的观察位呢，我们给到255，我们上移这条水平线。
好，255呢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上限。那在4月15日盘中，股价如果能够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，我们认为将会有反弹的走势。但是如果是在它的下方运行呢，我们认为股价仍然会出现这个下行的走势，或者说是继续出现这样一个横盘的走势。但是依据均线的这个测算呢，我们认为在接下来一个交易日，股价会有一个波动，相对于大幅的一个波动。好，这是我们给出的观察位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目前我们有一个10%的多头仓位，我们分别是在4月7日和4月9日2个交易日的收盘价进场，和加仓。然后呢，成本价是在252附近。我们之前给的止损位是224。那么到了4月14日收盘价在252.35，在这个位置是对于多头来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理由就是我们会看到，刚刚我们从 K 线信息解读，就是现在股价出现了大幅的量缩，并且是一个横盘的走势。那么日后呢，股价要选择方向，一旦选择方向，向上和向下都是有可能的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多头是不可以继续加仓的。那么到了4月15日，对于这10%多头的仓位，我们继续给出止损位是守224。好，我们再来看空头，空头现在要守的位置仍然是262到274，是这个区域。那我们会看到，实际上在4月14日当日这根 K 线空头就是在这个位置将多头呢打回股价打到下方。那么空头现在的目标就是224。因为跌破了这根 K 线，股价一定会开启下行的走势。好，这是我们说的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。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看4月1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。首先到来的压力位是当日新生成的各条均线值，它们的范围是从252到258之间。所以我们会看到，在4月15日开盘之后股价如果是一个低开盘，那我们会看到上方的压力范围还是蛮宽的。好，第二个压力位是262，第三个压力位274，第四个压力位285，第五个压力位292。下方首先到来的支撑是240，在这个位置。当然前两个交易日的最低也都是支撑，但是我们认为这个240这个位置是比较明确的一个支撑位，或者是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作叫强支撑。好，那么第二个支撑位呢是224，第三个支撑位是214，第四个支撑位呢是我们愿意给出是200整数关口，是在大概是这个位置。好，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，我们给出4月1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。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股价会出现反弹，如果是这样，它将是高开盘，然后呢股价最低会回踩到250，上方最高会到达263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60附近。如果最高价能够到达269，我们认为收盘价会收在267附近。如果出现这样的反弹，它的条件是当日必须是高开盘，并且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低于250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反弹。第二个可能，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下行，
如果出现下行呢，它将是低开盘或者是一个很小幅的高开盘，然后股价最高会到达255，下方最低会到达240，然后收盘价会收在245附近。对，那么它的条件是当日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255的，满足了这个条件才有可能会出现这样的下行。好，那以上呢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5年4月1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，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，同时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，谢谢大家。